近段时间以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火无疑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而就在双方陷入焦灼状态，俄罗斯终于开始下场进行调停。不过，俄罗斯的停火调停方式却带有明显的俄式风格。据环球网在10月10号援引俄罗斯网站在当地时间9号的消息，在俄罗斯尝试介入亚阿的纳卡战争之际，俄罗斯空天军动用战机突然袭击了阿塞拜疆的一处秘密基地。而外界从当地相关照片中怀疑，俄罗斯很可能无视了国际公约的规定，动用了违禁武器进行猛烈轰炸。据了解，俄罗斯空天军此次使用的违禁武器，其实是在2008年全球107国代表在都柏林共同达成的集束弹药公约协议中明确禁止的一种弹药——集束炸弹，又称子母弹。这种弹药主要用于空投炸弹使用，通常是在弹体之中塞入数十上百个小型炸弹，因为在空中打开，可以让数百个小型炸弹自然分布到投弹区域，能够最大化地造成区域性毁伤。对于集群建筑的目标有着极大的作战效率。不过，因为这种集束炸弹是追求最大覆盖面积，这就导致了无差别轰炸的出现。城镇中使用，经常性导致大量的无辜者死亡。加上有时小体型炸弹并没有及时爆炸，留在各个隐蔽地点，对于战后的无辜者也同样是一种威胁。有统计数据显示，自1965年以来，苏联对阿富汗战争、美国对越南战争有超过4亿多枚集束炸弹被投入使用，有数万名无辜者死于其手。因此，也就有了后来的国际公约，要求禁止使用这种无差别杀伤武器。值得一提的是，据相关报道称，因为俄罗斯的行动十分突然，各界完全没有准备，这导致整个轰炸行动十分顺利。该基地藏匿的武装人员至少有数百人被当场炸死、炸伤。在外界看来，这也是集束炸弹的威力再一次的体现。同时，这也是自纳卡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罕见的公开化支持亚美尼亚。但颇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事后，亚美尼亚方面公开表示，俄罗斯此举在达成纳卡停战调停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对外公开轰炸的原因是土耳其扶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势力非法进入阿塞拜疆，为了保障不被外界势力干扰到双方停火协议的签订，因此动手将危险因素排除。当然，这个理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但是，俄罗斯这个公开行动的针对性倒是毋庸置疑，而实际上，通过简单粗暴的军事行动，反倒是快速达到了目的。为了给自己下场调停立了一个规矩，一个俄罗斯人讲话的规矩，既是立威，也是威慑，也真的算是十分具有俄罗斯风格。